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8号周一晚上的7点45分。大盘今天是高开，大幅上攻，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高台跳水。最近这一周的走势啊，大盘走的是犹犹豫豫，是要涨不涨，要跌不跌，既不突破也不回落，一副这个等开席上菜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地方到底是吃菜的还是被吃的，真是不好说。总体上我观察到的市场情绪还是偏空居多，做空的也不少。不过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希望中毁灭。按照常理啊，这个地方其实下跌调整是正常的，无论是从技术面还是基本面都不太好支持继续向上爬升，下跌甚至是众望所归的。但这个市场真的会如大家所愿吗？我之前呢是已经对某些超估的个股完成了减仓，底仓继续持有，所以这个位置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如果真的继续向上突破，被高估的更多了，我就去上方接着减仓。如果如大家所愿开始回调了，下到该到的位置，那么正好把我减掉的再买回来，后面继续加仓。最近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感觉呢，觉得总是很迷惑，包括我看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呢也表示了这种看不清啊，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其实这是因为市场最近在不断的在这个通胀担忧还有增长衰退之间来回的切换。当我们看到如果公布的经济数据具有明显的弹性比较好的时候，交易数据就会转向通胀，就会去压住美联储更加快的去加息，这个当然是利空股市的。可是呢，当一些经济数据令人失望的时候，经济衰退的担忧占主导的时候，那么就会压住美联储更快的这个降息啊，预期加息见顶，这个呢就是利多股市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觉得市场这个逻辑特别混乱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但现在的美联储想走一条中间道路，所以呢，他也不给什么9月份的这个预期的指引了，也放弃了这种所谓的给你一些预期管理，他现在完全跟着数据再来，所以市场也是跟着不同的数据来来回回的被上下拉扯。但是如果通胀真的下跌了，是好事吗？其实也不尽然啊，因为总体通胀放缓可能促使美联储得出非常自满的结论，认为是他们的货币政策正在发挥作用，认为是加息加的足够多了，然后后边呢快速的转向鸽派，导致通胀根深蒂固，后面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那么现在的市场其实正在等待的就是在8月10号周三公布的美国的通胀数据，预计7月份的通胀的年率将从之前的 9.1% 下降至 8.9%。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能源价格在7月份下跌，所以大家认为通胀下跌到底是美联储的功劳还是市场自我调节的功劳呢？美联储会不会再次的出现政策性的误判，导致后面的通胀再次失控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啊。好，那么市场目前的这个压注啊，他们压注的是美联储在9月份的议息会议上会加息75个基点。目前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来到了 63.5%。 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它是影响股市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本质上回归到根本上，还是要看企业的利润率能不能维持，盈利能力还能不能继续增长，这是股市能否继续上涨走牛的本质。不过好像过了一个周末啊，似乎很多的大的投行已经开始担忧明年的企业增长了。咱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摩根斯丹利还有这个高盛的策略师认为啊，这个暗淡的盈利前景与近期美股的反弹走势不一致。那么摩根斯丹利的策略师 Wilson 还有这个高盛的策略师这个策略师 Costin 呢，他们分别都在自己的报告里写到，鉴于巨大的成本压力，预计公司的利润率将在明年萎缩。那么一直是最坚定的美股空头之一的这个 Wilson 表示呢，涨势中最好的部分已经结束啊，虽然 CPI 快速在上涨，但是呢 PPI 这边指的是这个生产者啊，只是在这个生产端的他们的
原料的这个生产端，就是出厂这边，他们的这个成本还在不断的提升，他们正在以2倍的这个速度在上涨。那么 Costin 这边也表示赞同啊，说投入成本增加将削弱明年的利润率，尽管营收继续增长，但速度将放缓，预计2023年的净利润率将下降 0.25%， 各个行业都会萎缩，特别是以材料、能源还有医疗保健行业最为显著。这是投行的一些最新周末的看法啊，至于你认不认同、参不参考呢？大家可能还需要自己做更多的研究。我现在的态度是仍旧以不断更新的每个季度的数据为指引，如果真的出现了明年的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该调整的时候要调整。但现在呢，让我去猜，我确实是不太好猜。根据当前的数据呢，一切看上去还可以啊，至少没有那么的糟糕，但是也不足以我们说股市去走这种所谓的大牛市。目前的市场仍旧我还是看一个震荡。好，说完这个货币政策的方面啊，咱们呢来看一下在国会政策的一些制定者方面的一些情况。周末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国会这边呢是加班加点啊，研究薅羊毛法案。其实它这个名字叫的挺好听啊，叫做降低通胀法案。我们说这个起名字啊，它真的是一门艺术。比如你去饭馆啊，你看到一道菜，名字叫做茴香豆蔻甘草百里香风味白蛋，卖你20块钱一颗。你觉得这东西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尝尝吧，20块钱不贵。等这个菜上来你一看，这不就卤蛋吗？你要是菜牌上写个卤蛋，它撑死就卖2块钱。其实呢，这个就是取名字的艺术啊。周末这个降低通胀法案，咱们呢别的不说多了，就看看对咱们股市最有影响的几个要点啊，到底这个股市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好，首先我们一个个讲啊。对于第一个是电动车购买者的这个税收抵免，那么对于投资电动车行业的朋友来讲，肯定还是不错的一个长期的政策性的利好，包括对于新能源。法案规定呢是投资3690亿美金，用于旨在加速清洁能源转型，增加美国国内的能源生产，以及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降低 40% 的计划。整个的资金将用于太阳能电池、电板、风力还有其他的一些清洁能源。那么电动车的购买者现在在现有的计划下是已经有最高7500美金的税收抵免，根据你不同的这个车型包括你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但是呢仅限于每家汽车制造商销售的前20万辆这个符合条件的汽车。那么新的法案会取消这一上限，那么就是上不封顶了。那么这个对于汽车的电动车的销售来讲，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好，而且还为购买二手电动车的人提供了最高4000美元的这个税收抵免，所以这个还算是对于行业性的利好啊。不过呢，这些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方面的这个支持啊，是从本届政府上来之后一直都在推行的啊，所以它并不奇怪啊。包括我们看到像今天有很多的这种能源呐，包括你看就是清洁能源相关的风啊、太阳能等等啊，还都是涨得不错的。好，另外第二个这个就不太好了啊，这个对我们的股市来讲，我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利空吧，这个消息啊，就是关于股票的回购。那么对于股票回购呢，是征收 1% 的税。为什么要征收这个税呢？现在咱们不是经常说一句话吗？就是 EPS 不够就回购来凑啊，因为他把市场上的流通股买走了，相当于这个流通股的这个 EPS 分到流通股上的每股收益这一块，整体上它会提升。所以相当于是变相在提升 EPS， 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手段啊，靠的不是企业盈利能力的这个手段。所以呢，批评人士说公司不应该这么干，他们应该把这些赚来的钱进行收益，进行再投资和增长，或者是通过股息回报给股东啊，发股息，而不是人为的回购推高股价。那么预计回购税可能会带来740亿美金的收入。这个回购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它绝对是一个负面的利空的影响。现在的企业我们看到每一年，包括在刚刚过去的2季度，企业的回购又是创下了一个新高，才把这个市场似乎在一个低点又给慢慢的埋起来，对吧？肯定有一部分的这个因素在里边。但是如果企业一看咱也得交税，那怎么办呢？那就无非就是未来要不就是这个股息提高咯，
但是呢，你要让他们再投资和增长，它得有市场才行啊。他不能拿着现金，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你让我怎么增长呢？对吧？我不能凭空制造一个市场出来啊。所以他们采用这种回购的方式顶住股价。从我们的投资散户投资者来讲，我个人也是更倾向于回购，好像更好一些啊，就是回购的这个效果立竿见影一些。提高股息呢也可以，那么当然有一些股票它提高股息，本身呢提高的再多，它那个股息率也跑不赢本来的一些股息股，对吧？在市场上大家都不能所有的股票都是以这种股息来对待，那这个市场的活力肯定会被降低的嘛。所以股息股有股息股的玩法，但你不能指望着很多的高成长性的大科技股也去配送这个高额的股息吧，这个也不合理啊。所以呢这一条一旦通过，对于市场肯定是一个利空的影响。好，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呢，是对于部分的公司会有影响，就是提高企业税。那么根据现在的公认的会计准则，或者叫账面收入，很多的公司赚了很多的利润，但是在公司缴税的时候，缴的利润缴的这个税率是非常低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应税利润通常低于他们的账面收入。由于有一系列的这个抵扣嘛，可以把它这个利润给抵扣掉，所以应缴的额度呢就不太大。那么为了把这个漏洞给封住，现在呢这个薅羊毛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要求将收入至少为10亿美金的公司对其账面收入适用 15% 的税率。打个比方，如果某一家公司的计算结果比传统计算方式的 21% 的利润，对吧，减去要抵扣的，扣完之后，那么你不得不支付 15% 的税率，只要你比这个高，说明什么呢？你没有到达 15% 的门槛，那么你相当于变相比别的交的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把你整个全部纳入进去。那么这个措施呢，会筹集3130亿美金的收入，提供超过 40% 的法案资金。那大家肯定会想知道了，那到底哪些公司哪些企业会受到这个税法的影响呢？我总结了几家实际上呢大概看上去吧，应该是有105家左右啊，名单我不太记得了，就是数字总数大概是100多家。其中我拿出几个比较知名的，大家可能会都能认识的公司啊，就是受到影响的。第一个 AMD 现在的综合税率是 1%， 那么平均税前利润是18亿，符合这个现在的10亿美金之上，那么税率也不到，对吧？它降下来之后，它要按照15去交。那么 NVDA 综合税率 4.7%， 平均税前利润呢是48亿，也超过了。AVGO 这边综合税率是 6.8%， 税前利润呢是68亿，也超了。福特综合税率 4.3%， 税前利润是 49.3亿。好，还有几家，特斯拉的综合税率是 5.3%， 税前利润是23亿。亚马逊的综合税率是 9%， 税前利润是254亿。CRM 的综合税率是 3.1%， 税前利润16亿。那么这几家公司一旦这个法案最终形成，那么现在呢肯定他们是符合门槛的。如果提高税率会降低他们的收益，他们的羊毛就会被薅走，薅了他们的羊毛，他们的净利润下降了，那么就会代表着 EPS 会下降， EPS 下降了，那么包括前瞻这边也会下降，那么大家对他们的估值可能也需要做一个重新的调整，也意味着实际上薅的是公司的羊毛，也薅的是这个投资者投资的羊毛啊。所以请大家知悉，如果你手上持有这些股票，未来法案一旦通过之后，那么你就要知道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这个小的调整了哈。好，这几家公司里边，其实今天我们要说最惨的是谁呢？就是这个 NVDA， 本来在薅羊毛法案里边已经被薅过一道了，在另外一头他自己的营收这边也出了问题。我们来讲一下关于 NVDA 下调2季度的前瞻预期的事儿。NVDA 之前的时候在 AMD 讲财报的时候，那天我跟大家已经列过这个数据，和大家讲了讲关于 NVDA 的情况。它整个的今天的这个下调预期，实际上今天不是财报因为财报是在8月24号，今天只是提前更新了一个营收预期，免得到时候突然间爆大雷了，市场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如果超出或者低于它的指引太多的情况，它如果没有提前和市场进行沟通，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去起诉他们所以呢他们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投资者好，我早点告诉你，对吧？我也不藏着掖着，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对我的期望也不要那么高，咱们呢有什么说什么所以呢我们看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它调整后的预计的收益啊，这个营收是67亿，远低于预期的81亿，之前的指引的81亿。主要 miss 在什么地方？在于游戏相关的收入低于之前的预期，同比下降 33%， 只有 20.4 亿美金。那么根据 NVIDIA 的 CEO 他说呢，随着本季度的进展，我们的游戏产品销售预测显著下降。由于我们预计影响销售的宏观经济状况将继续，我们与我们的游戏合作伙伴采取了行动，以调整渠道价格和库存。这个话呢说得非常的高深啊，我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要降价清库存啊，清完库存，所以呢降价了清库存，你当然了利润这个肯定又会变少一点，营收会变少一点嘛。那么 NVIDIA 调整后的毛利润率是 46.1%， 远低于之前给的 67.1% 的指引。那么他的首席财务官说，公司的长期毛利润率是好的啊，没有受到长期的损害，原因是运营费用因为现在这个增长也在放缓，就是花的钱也开始在变少，市场没那么火热之后，你不需要做那么多的这个投入嘛，到处做宣传呐、打广告啊，做营销，对吧？市场需求下来了，那么你相应的费用就已经可以少一些，所以长期利润还是有保证的。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数据中心部门，预计调整后的营收会达到创纪录的 38.1 亿，这个增速非常的快，同比增长 61%， 但是由于供应链中断，也没有达到之前的预期。所以呢NVIDIA 的这份财报，对吧？这是刚才说的那个是降低通胀法案，第一口大锅砸下来，第二口大锅呢，就是现在突然间来了一个降低预期。其实在 AMD 的财报之后，当时我讲过 NVIDIA， 因为 AMD 的财报里边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受到了 PC 出货下滑的影响，所以当时呢，我是在 181.5， 在8月2号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减仓，后来不是一直又涨吗？又涨到上方的更高的位置去了，都接近差不多190块钱了。那么现在呢，一口气今天领跌纳指啊，领跌纳指100。那么说实话，我有想过它会下调一些，但是它这个下调的规模确实出乎了我的意料。它这个营收的下调是一口气调回了1年前，也就是在21年的第二季度，当时的营收是65亿。如果未来几个季度啊，我这里说如果啊，未来几个季度继续保持这种疲软的态势，那么到了明年还真是有点麻烦。因为现在对于市场啊来说，我这里给大家展示过数据，本来这2年的预期其实增速就不是很高，只有21%和 11%。那么现在看来，今年这个 21% 可能是够呛啊，可能是够呛了。所以价格上边大家多注意吧啊，因为我上面这边给了大家2套前瞻的估值的算法，如果按照高的去算，它能够算到上限这么多去；如果按照中间的，按照增速的2年增速 15% 去算，大概今年就这么个情况。所以我现在的这个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就是177块钱的英伟达，它这个价格其实并不算特别合适啊，并不算特别合适。我现在呢，因为已经减过仓了，现在手头呢是一个 3% 的持仓，负成本负 13.6 的成本。那么后面我依旧会去等待120到160块钱的范围再去加仓买回来，是基于上方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测算。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